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熟悉 Windows Terminal 和 PowerShell，因为在我们的程式开发里面，我们常常会使用 Docker、UV、Python、Node.js 以及 Git 等指令来做一些管理。在正式开发之前，我们必须先把最基本的终端机操作学会。在这支影片里面呢，我们会教会你 Windows Terminal 跟 PowerShell 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查看目前的资料夹。第三，如何在各个资料夹里面进行切换。第四，列出资料夹和内容。第五，建立资料夹和档案。第六个，执行常见的版本确认指令。第七个，如何在 VS Code 里面使用终端机。第八个，遇到我们找不到的指令要怎么判断。很多刚开始学开发的人看到终端机都会觉得很陌生，因为它不像一般的软体，我们可以用滑鼠去操作它，而会开始有点类似于害怕它。但其实在做开发的时候，我们常常运用到的指令并没有很多，而且每个指令的概念几乎都是固定的。你只要先掌握你在哪个资料夹里面，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什么，我要怎么进入另外一个资料夹，我要怎么执行工具。只要你学会了这几个操作之后，在未来的开发上面，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顺利、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先来厘清一下什么是 Windows Terminal。在我们的 Windows 画面里面，我们在搜寻栏里面去打上 PowerShell，然后去启用 PowerShell 这个应用程式，我们就会看到页面上出现了一个 PowerShell 的视窗。在这边，我们要先厘清两个名词：Windows Terminal 和 PowerShell 的关系。Windows Terminal 它其实是 Windows 上面的终端机应用程式，而 PowerShell 它是里面的一个命令列环境。所以，当我们在搜寻栏里面打入 PowerShell，把 PowerShell 呼叫出来之后，在页面上看到的这个整个黑色视窗，它就是一个 Windows Terminal 视窗。而在里面，我们在打指令的这个东西，它就是 PowerShell，它其实是在里面执行的指令环境。而在这个课程中，我们都会以 PowerShell 为主。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教的指令是如何切换到自己的家用目录。我们打入 CD tilde，然后按 Enter，它就会切换到我们自己的家用目录。为什么要切换到家用目录？原因是在于 PowerShell 一启动的时候，它预设只是在 C Windows 下面的系统342，这是整个系统的资料夹。若你今天在里面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指令，包含你进行删除，有可能会导致你的 Windows 系统执行不起来。所以在操作 PowerShell 的时候，讲师会建议最好都是切回到你自己使用的个人资料夹。那在你切换个人资料夹之后，我们要如何确认我们现在所在的资料夹位置呢？我们打入第二个指令 pwd， 这个 pwd 指的是印出现在的工作目录。当我们打入 pwd 之后，我们在页面上就会看到这边有个 page， 然后下面有一个 C 冒号 users Spencer， 它代表就是我现在是在 C 槽使用者目录下面的 Spencer 这个目录，也就是我个人的家用目录里面。第三个指令我们要学的指令叫 ls，ls 它主要是要列出现在你所在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和资料。当我们按 ls 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列出了一大串的内容。然后在这个内容里面，只要它前面这个 mode 第一个单字是 D 的，是 D 开头的，这个就代表它全部都是目录。那除了使用 ls 可以列出目录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指令叫 dir。
这两个指令列出来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在 PowerShell 里面主要用来列出资料夹的内容。那档案和资料夹是有差异的。我们要以最简单来区分档案或资料夹，就是以看 mode 的这个第一个单字为准。若是 D，它就是资料夹。再来第四个指令，我们要学会的是如何在各个资料夹里面做切换。我们刚刚已经开始使用了一个叫资料夹，叫 CD 哦 h 的，对吗？这是切换到家用资料夹。但是假如我们要切换到其他资料夹，例如我们要切换到桌面这个资料夹，我们就打 CD Desktop。哦，因为桌面资料夹在我们的画面上，它其实是在家用资料夹下面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就打 CD Desktop 按 Enter，它就会切用到家用资料夹。那在家用资料，在桌面资料夹里面，我们去列出档案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这边其实有4个档案，对吧？一个档案是目录，就是 Python 的 demo，再来是3个档案，就跟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哦，Python demo 在这里，哦，Visual Studio Code 的 link，这是连接，DBA 的 link，这个是 GIMP 的连接，哦，然后这个是垃圾桶，资源回收箱不会看得到。那我们切换到这个资料夹之后，我们可以再切到 Python，它在下面的另外一层资料夹叫 Python Underline Demo，一样我们使用 CD 再切进去。切完之后，每次你要确认你的工作是在正确的资料夹，哦，就使用 pwd 去做确认就好。假如我们要回到上一层资料夹，我们要打的指令是 cd 空一格点点点点这两个点点代表2个点代表上一层的资料夹，所以当我们打入 cd 空格点点，它就回到上一层的资料夹，就是 desktop，就是我们原本从这个 Python 这个资料夹里面切回它上一层。那我们在资料夹上面，我们要如何建立新的资料夹呢？使用的指令是 mkdir，它的意思是代表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资料夹。例如，我们现在想在桌面上建立一个资料夹叫 test，我们就打 mkdir 空格 test，它就会把 test 这个资料夹建起来，而我们就会在桌面上看到这个资料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切到这个新建的资料夹里面，看一下内容。这时候它的内容里面是空的，因为我们只建立一个全新的资料夹。我们要如何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去建立一个档案呢？建立一个档案，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PowerShell 的里面一个指令叫 New Item，然后后面给它一个档案名称，我们叫它做 hello 点 txt，按 Enter，它就会把这个档案在这个资料夹建立起来。我们进入到 test 资料夹，我们就会看到这边有个 hello 点 txt，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刚用 new item 建立的档案。我们把它拉到这边，这个档案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那我们假如要在 PowerShell 里面去看这个档案内容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get content，就会看到这个档案内容。因为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档案内容，现在长度是0，它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所以它就没有输出。但是假如我们在原来这个档案，我们先，例如说用记事本开启之后，在里面先打入几行字，打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档案做存档。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 PowerShare，我们一样用 get content 去看它，我们就会看到一模一样的内容。所以透过指令列，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包含建立档案资料夹、建立新的档案、取得档案的内容。那在这个档案内容里面，假如我们想把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档案给删掉，我们可以用的指令是 rm 后面加上 hello 点 txt， 它就会把这个档案给删除掉。我们就会看到刚刚的这个资料夹里面那个档案不见了。若我们要删除建立的这个资料夹呢，我们要先回到它的上一层哦。你要删除一个资料夹时，你不能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必须离开资料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cd 点点回到上一层，然后执行 rmdir test， 它就会把刚刚那个 test 的资料夹删除。那当我们下了很多指令之后，假如我们觉得这个 PowerShell 这个 terminal 视窗现在里面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复杂，或者是非常非常的杂乱，我们可以下一个指令叫做 cls 或 clear， 把这个整个画面清空。例如我们下 cls， 它就会把这个整个画面整个做清空。例如我们再执行一次，我们先把档案内容列出来，切换到 Python 的 demo， 再推到上一层，再按一次 WD。哦，我们一样可以下 cls 或者另外一个指令叫 clear， 把这个 terminal 里面的视窗的内容给清空。再来，在 PowerShell 里面，我们可以使用上下键的方法去呼叫出历史的记录。就是说，假如我们之前下过的指令，我们想要快速的去执行它，我们可以用上下键去做切换，它就会把上下键的内容都给调出来。然后只要找到这个指令之后，我们就直接按 Enter， 它就会执行。再来，我们要学习如何在 Terminal 里面去看我们已经安装程式的那些版本。例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PowerShell 下面，我们去下 node dash dash version， 去看看我们安装的 Node.js 的版本、npm 的版本、UV 的版本，都是可以的。那 Terminal 视窗除了在使用 Windows Terminal 打开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打开？例如，我们去打开我们的程式编辑器叫 Visual Studio Code。当我们打开之后，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它这边有一个 Terminal。只要你按下去之后，这边就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 Terminal。在这边也是一个 PowerShell 的命令，所以 PowerShell 还有 Windows Terminal， 它其实不只是可以单独的开启，它有时候也可以在程式码里面去开启，程式码的编辑器里面去开启。开启之后，所有的操作跟我们刚刚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例如，我们可以下 pwd ls clear 清除画面，都是可以的。最后，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带领各位会用到的指令。第一个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使用 PowerShell 这个画面比较大。第一个就是 pwd 列出工作目录的位置。另外，在工作目录里面，我们要列出档案内容，我们会使用 ls 或者是 dir。再来是我们要如何切换资料夹，我们会使用的是 cd 接资料夹的名称。先确认你有哪些资料夹，我们确认的 Python demo 是一个资料夹，我们就可以使用 cd 进行切换。切换进去，假如我们要推到上一层，我们按的是 cd 空格点点。
那假如我们要切换到家用使用者的家目录，我们使用的是 CD tier 的，它就会切换到使用者的家目录这个位置。那在资料夹里面，我们要建立全新的资料夹，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下的指令是 mkdir，它就会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我们可以切进这个资料夹里面。假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档案，我们可以使用 new item hello 点 txt， 它就会把这个档案给建立。我们家要删除这个档案的话，我们会使用的指令是 rm， 它就把这个档案删除。当你要删除一个资料夹的时候，你必须离开这个资料夹，所以我们先离开这个 test， 然后下达 rmdir test， 它就会把这个资料夹给移除掉。那当你下了很多指令之后，你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杂乱，我们可以下一个叫做 cls 或 clear， 把这个整个画面清空。最后，我们可以使用指令去查我们安装的APP 的版本，如 Node.js Node -dash version npm -dash version。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对 Windows Terminal 和 PowerShell 最简单的入门。在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 Terminal， 什么是 PowerShell。再来是我们要如何利用指令去确认我们的资料夹位置，查看资料夹里面的内容，建立资料夹、建立档案、删除档案、删除资料夹，以及我们可以使用 Version 的部分去确认这些工具是否安装成功，还有它安装的版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如何在 Windows 里面使用 Windows Terminal 和学习在 PowerShell 里面下简单的指令，以利后续的开发工作的进行。